好的好的，这不就来了吗？神奇女侠1984先于北美提前1周上映中国市场，也便是从首映日开始，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便呈现鲜明的两极分化。作为疫情以来的第一部院线超级英雄大片，神奇女侠1984的最终预测票房定在了 1.68 亿，是2年前同为 DCEU 的海王单日票房成绩。如今1周过去了，相信点开这个视频的观众朋友，该看的肯定都看过了，没看的估计也是实在没啥兴趣。随着各路舆论和评价趋于理性，我觉得是时候可以给各位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了。本视频篇幅较长，各部分时间轴的内容已经整理在此，各位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部分观看。我是瓜皮儿，今天就带各位好好盘盘这部戴安娜·普林斯与死亡圣器神奇女侠1984。先说结论吧，这是一部优缺点都十分明显，但整体来说是在及格线上的作品。相较于前作神奇女侠的半部战争片，1984的剧情更显得简单纯粹。这就是一篇发生在80年代美国改编自猴爪的寓言故事，影片中更是毫不避讳的直接用了。大概套路就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类任何愿望的神奇道具横空出世，而他在实现许愿者愿望时也会取走许愿者最珍贵或者最宝贵的东西，进而引发一系列描绘人类贪婪本性的故事。在1984中，猴爪被代替成了拥有着相同能力的神秘黄水晶。我们精通多门语言，潜心致力于考古学的主角戴安娜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使用说明，但真的没把这许愿水晶当回事啊。确实，我堂堂天堂岛公主，宙斯之女，有着和阿佛洛狄忒一样的美丽，雅典娜一样的聪明，比赫尔墨斯更敏捷，比赫拉克勒斯更强壮的神奇女侠，我还能有啥遇不成？话虽这么说，捧着石头的戴安娜还是想起了自己在一战中牺牲的爱人史蒂夫。一旁的同事芭芭拉见了这块石头，倒是信以为然，毕竟自己身为职场小透明，自幼便习惯了不被他人正视，碰巧身边又有着自己憧憬的对象，光芒四射，英姿飒爽，说起话来根本分辨不出是不是在凡尔赛的同事戴安娜。你问我有啥愿望？那当然是得跟戴安娜五五开呀。与无心栽柳的两位姑娘不同，由曼达洛人本人出演的反派麦克斯·洛德早就开始调查并觊觎水晶多时，外表看似光鲜亮丽的他其实也是满口污言，纯靠一手庞氏骗局起家。随着公司骗局即将暴露，他将希望寄托在了猴爪上。通过接近芭芭拉，麦克斯拿走了黄水晶，并且给观众释放了一波七龙珠的正确使用方式，不是许愿能再多许3个愿望。丁生，其實我好簡單，我嘅願望只係想要得3個願望，而是彻底变成神龍本龍，利用猴爪实现愿望，并且拿走许愿者珍贵之物的特性，进而开始无限白嫖之路。代替黄水晶成为猴爪的麦克斯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也相应的会获得更多，甚至连神奇女侠戴安娜也无意中成了被帮助的对象。爱人史蒂夫的灵魂通过附身的方式复活了，但相应的黄水晶也使得戴安娜丧失了部分神力，她的力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受枪伤也不能快速自愈，甚至一度失手不能抓稳真言套索。戴安娜明白必须要击败麦克斯，让所有的愿望都无效化，才能拯救人类。不过刚与思念已久的爱人重逢的她也实在不想再次经历一次生离死别，最终在不断的权衡和史蒂夫的鼓励下，戴安娜做出了决断。他重获神力，并且升级成了黄金圣斗士，击败了已变成豹女的芭芭拉，阻止了妄图实现全人类欲望的麦克斯·洛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白嫖是没有好下场的，是会被神奇女侠拿鞭子抽的。所以你们看到底下的那个大拇指了吧？懂我的意思了吧？回到电影，是的，剧情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在座的各位可能看了个开头就能猜到故事全貌，无非是人类的膨胀欲望导致权力失控，启发人们应当珍视当下。自然而然的，略显枯燥的剧情成为了首先被激活的目标。如上期视频所料，1984确实有点聚焦于以贪婪为代表的纯粹人性之恶，也确实有足够创新的点，譬如大反派麦克斯·洛德的设置。虽然以导演派蒂·杰金斯为首的主创团队在采访时表示无意映射川普，但观众们依旧能够从电影中看到他们对美国政坛掌权者的讽刺。同样的宣传手段，甚至是同在80年代起家的商业背景，以及大量充斥着谎言和空口承诺，当权后重创了社会秩序。无论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真人，他们都通过相似的手段看似达成了眼前的利益，但实则都在引发更为深层的混乱。经济不受控制的飞速增长，物欲无限制的急速膨胀，最终才导致了1987年人尽皆知的黑色星期一。神奇女侠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其实是通过真理去解构当时的现实社会，通过戴安娜和史蒂夫的视角，观众们是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另一方面，
电影在讲述这些内容的同时，并没有受制于 DCEU 本身客观上所带来的源自漫画的设置。譬如关键道具黄水晶，在漫画中其实是由无尽家族的睡魔创造的12颗魔法石中最强大的一颗，但可以从电影看出 DCEU 并没有借此引出无尽家族的意愿。可以说，导演派蒂·杰金斯至少没有偏离华纳从正联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既是不过早的涉及联动宇宙的搭建构造，而是专注于单独角色的形象刻画。因此1984的剧情方面绝对不至于沦落到被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又或者说他受到如此多的批评，并不是因为1984做得不好，而是他本身可以做得更好。究其一点，1984并没有完全把寓言故事的框架玩出花来，不是我们不想听寓言，而是我们不想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听一个寓言。1984的主题内涵除了上文提及的真理外，另一点便是贯穿了整个神奇女侠系列的爱。史蒂夫小哥不必多说，他与戴安娜之间羡煞旁人的神仙爱情是神奇女侠这一角色的重要构成，而戴安娜本身的角色特质就包含着一种其他超级英雄所不具备的亲和及仁爱。说好听点，这叫人物特征鲜明；说难听点，就是这个纯粹的形象过于单薄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全片动作戏部分拉胯，预告片里反复出现的那几个场景，就是整场电影全部的武戏内容。很多同学看完就在感慨呀，说明明是跟第一部同样的制作团队，甚至还做了配置升级，第二部咋看着不如前作带劲呢？因为戴安娜的设定已然成为了习惯用十分积极、十分真善美的态度去应对所有的困难和障碍，又恰好遇上了1984这一和平年代，这不是注定了全片不会带来血腥的死斗发生吗？这么一想，最后决赛时戴安娜的嘴遁是不是突然变得合理起来了？我问你们，正义联盟里哪个英雄有不杀人的原则，并且持之以恒的在坚持啊？啥？蝙蝠侠？可能戴娜达不是说真善美不好或者是不行啊，只是你就用这一套来面对麦克斯·洛德这样一个有趣且丰富的反派，不是注定了会降低故事的精彩程度吗？上期视频有提到啊，蝙蝠侠曾质问戴安娜为何曾在100年前帮助人类，而后却选择了销声匿迹。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戴安娜本人讲述给布鲁斯的。彼时的神奇女侠尚未被设定成 DC 世界观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触到的超级英雄，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在原先的剧情规划中，戴安娜大概率是因为一些原因而对人类略感失望，进而选择归隐入世，直到正联时期才再次出山。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史蒂夫的离去，或者是其他的，但归根结底是因诸如贪婪之类的人性之恶所引发的关于人类种族的思考，即第一部神奇女侠中所提到的内核。它的展现形式也必须是能够给戴安娜和人类社会带来实质性巨大损失的存在。前作的战争背景便是恰当的满足了这一条件。而在1984中，虽然麦克斯做了许多，但故事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一切的破坏都是能被抹除的，是可以无效化的。他根本就不是个牛逼哄哄的反派啊！这就是在给大家整个好活啊！所以可以看到，戴安娜自始至终没有成功阻止麦克斯任何诸如复建古埃及帝国、挟持美国总统等疯狂行为，因为他和编剧都知道可以救，但没有必要啊！吃瘪归吃瘪，我还是神奇女侠。电影完了，川普表示这句我说，观众们则在感慨，我他妈刚刚2个小时究竟看了个啥？比起展示了戴安娜这一角色的个人魅力，真善美在这里的作用更多是削减整个故事的厚度。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抛开不死人原则，整个事件中真的发生了一些除了失去史蒂夫外其他不可逆的损失，那么我们评论区还会出现恋爱女侠1984这样的评价吗？想到这一点啊，我们把视角放回到角色形象本身，也是电影的另一个饱受争议的点。你们怎么连女性意识这一点拍的也不如前作了呢？这个争论点的诞生啊，主要是因为新加入的角色豹女芭芭拉身上，但相比于女性意识的衰退，我个人更倾向于是这个角色塑造的比较单薄。我们只需要理清2点：第一，芭芭拉为什么要许下跟戴安娜5-5开的愿望，以及第二，她为什么要转头加入麦克斯·洛德的阵营。首先能明确一点，芭芭拉许愿的动机确实源于她对戴安娜的憧憬与羡慕，而隐藏在这份感情背后的是她对力量的渴望。不是神奇女侠的神力，而是一种足以让自己脱胎换骨、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的力量。虽然自己有着足够的分量的学位，也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博物馆工作，但先前的他无疑是弱小的，是一个从未得到他人正视的，只能被选择的角色。
他弱小到连面试自己的面试官都毫无印象，连深夜骚扰自己的路人都无法拒绝。芭芭拉无比渴望拥有选择和拒绝的力量，也就是在认识了戴安娜之后，芭芭拉意识到人类的能力是有极限的，越是攻于心计，就越会发现人是有极限的，除非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所以我不做人了，戴安娜。那按照这样的逻辑呢，芭芭拉选择与戴安娜兵戎相见的理由也便成为了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这份力量。但影片中关于后期芭芭拉开战理由的处理却落在了他对戴安娜的嫉妒上，他因此才选择加入麦克斯洛德的阵营。我说听，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劲儿啊？为麦克斯卖命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但我寻思人家戴安娜也没把你怎么着吧，因妒生恨然后进行报复，并不能改变你之前被人轻视甚至受压迫的现状，不是吗？即便退一步抛开这个奇怪的动机不谈，就说芭芭拉因为痴迷于力量而迷失自我，那他的结局处理也实属过于仓促了。他选择对抗戴安娜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弱小的体现，因为他不愿意正视真实的自己，试图通过虚妄的捷径获得至高的力量。至于影片开头戴安娜参加比赛走捷径的经历不谋而合，一言盖之。作为设定上与神奇女侠五五开的反派，豹女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挖的角色。本片一大缺憾就在于决战戴安娜给他戒了次网瘾后，这个角色就没有下文了。再加上决战时那昏暗的场景布置和炫彩夺目的海报，我十分肯定后期经费是用在了那套黄金圣衣上了。虽然他全剧的戏份一共就10来分钟，别问为什么，谁让这部电影就叫神奇女侠呢？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可以认为1984整体不算成功，但神奇女侠这个角色塑造却绝对称不上失败。如果说第一部神奇女侠是在往戴安娜身上逐渐增添原先不具备的人性，那续作1984则是在尝试让戴安娜的神性与人性并驾齐驱。虽然结果略有跑偏，我们能看到在上一部结尾已然蜕变成神奇女侠的戴安娜在这一部剧中谈起了恋爱，即便是超级英雄也依旧有柔软的一面，正如上一部战争时史蒂夫引着戴安娜了解人类世界那般。这一次是戴安娜将和平时期的世界介绍给史蒂夫，仔细看看两个人相处时腻歪的场景，俗套吗？确实有点儿。史蒂夫在宴会上初次登场时，那围着两个人转圈的镜头确实让人幻视隔壁国产恋爱剧，但无论是这别出用心的重逢，还是两人充满时代感的换装秀等等，这类俗套的日常不正是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二人唯美浪漫的体现吗？升起的烟花是从下面看还是从侧面看呢？戴安娜和史蒂夫就给出了一个十分 wonderful 的选择，看烟火当然得开飞机飞里边看呢。这些细腻的描述其实就是导演关于神奇女侠身上人性的探索，略有俗套，但着实不算乏味。拍得接近40分清楚该用一个人物身上的何种特质以怎样的方式去打动观众，正因如此，观众们才会领悟到戴安娜在华盛顿街头选择放弃史蒂夫是多么艰难的决定。那句我不会再爱了也才如此深入人心。单就主人公的人性刻画而言，1984是成功的，但从整体剧情的规划上，关于人性的处理是欠妥的。因为在故事的后半段，戴安娜选择抛下了自己的私欲，舍弃了部分人性，方才换来了神性的回归。描写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英雄成长的体现。以正联中其他二巨头为例，观众们能清楚见证蝙蝠侠布鲁斯如何一步一步克服恐惧，并把其转化成自己内在的动力。超人克拉克接纳了自己的种种身份，才最终战胜了迷惘，成为了人间之神钢铁之躯。相比之下，1984中戴安娜人性的探索是为了将其舍弃，进而凸显神性的强大。也难怪会有人感慨自己2个小时都不知道看了个什么东西。最后他决战所穿的那套阿斯特瑞亚黄金战甲本身就有一层舍弃一切奋战到底的觉悟。结尾的嘴炮之战其实也是导演在诠释何为真正的神明，神力的源泉是什么？是信仰。教徒们虔诚的祈祷才是支撑一个神明在人世存在的根本。麦克斯洛德通过卫星电视帮助全人类实现愿望的行为，就是在通过蛊惑世人，让自己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明。而戴安娜战胜麦克斯洛德的方式，其实是把麦克斯从神变成了一座伪神。现实中，教徒们会对着神像进行祷告，而他们所参拜的并非眼前这尊带有神仙模样的雕塑，而他们从未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真正的神明。戴安娜从未正面接触他们的欲望，却通过麦克斯洛德让他们认清了现实的真相。这只是谎言之神设下的骗局，他们的愿望只能带来文明的毁灭。
随着蓝色的信号光逐渐转为金色，受蛊惑的人类这才明白，眼前这位看似能够满足一切欲望的麦克斯洛德，只是一尊假借神之名的泥像，而在一旁手持真言套索的戴安娜，才是真正掌握着爱与真理的女神。作为华纳放在年末，也是全年唯一一部担任着救世之任的荧幕超英大片，神奇女侠又巴4不是一部值得吹上天的神作，但被列为烂片之列也确实言过其实。双弹将至，对于所有还未观看过本片而又不反感超英题材的观众来讲，也确实是一个能够被纳入观影行列的选项。而对于所有看到这里的观众，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不受各类偏激发言影响，有自己关于这部续作的评价。本视频所有观点仅代表个人，如果跟各位的理解有所出入，那你们说的都对。喜欢这类解析视频的话，也不妨点个赞鼓励一下。我是瓜皮儿，下期见。